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。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。哎，雷火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，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，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黔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，你这事儿不能怪我。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了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谁呀？这都躲不过，上外院去吧。可以。哎呀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一见大开眼界。果真如此，真是啊！据说有个外院弟子想测试一下他的功夫，拿个桃朝他的脑袋上扔过去了，他竟然没有丝毫发觉，被砸了个正着。所以说呀，就这么样一个人，怎么入得了小先生的眼呢？他在隐藏实力。不能，以小先生和卓墨公子的性格，他们不至于干这种事。除非，他真是个废物。那小先生为什么要个废物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过几年啊，他就不是废物了。好笑吗？徒儿呢？听曲儿去了。他也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回头替我找个人，查一查小先生带回这个人的底。遵命。回来，去库房支1000两黄金，替我找个人压个注。压谁呀？就压小先生所选。是。在安。尊师，如您所料，小姐独自前往天启。小姐行事优柔，似乎对复国之事也有所动摇，而且仅凭她一个人，怕是难将100里东军带回。你和齐宣一道悄悄暗中前往，必要之时，别好推波助澜一番。是。
无法无天还没消息吗？无法无天二位尊师被如仙废了1半功力，断了经脉，先行遁走，自此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后来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也罢，此次我让仵作随2人同往，他已先行一步，必要之时，他会出手相助。我们离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许多人都忘记了家乡的味道是什么。只有教主出关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再回去。雨季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竟然把小姐的行踪告诉吴相使！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我去你的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！齐轩，别忘了我们要回家。尊师让我们何为？隐匿暗处，推波助澜。何时动身？明日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这完全没什么作用啊！不是，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？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可能啊！你没有那内力，你怎么用得出西蜀剑歌的呀？我知道了。定是你的师傅用了什么法子，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套吐纳的内心功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。不用谢我，看来我得收拾收拾回乾东城了。如仙的徒弟，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？你谁呀你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干嘛告诉你？这些剑招果然精妙，知道精妙便好。不过空有剑招，没有内力，不堪一击。都说了没有内力，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？不打了，你也别考验我了，我武功真就这样，没什么藏私。考验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你
你难道不是学堂里那些外院弟子之一？雷凤山说的没错呀，天启城藏龙卧虎，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回去又要被师子爷给嘲笑死。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，还颇有些神往。这才过了几天啊，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。你若是敢羞辱我，你小心我……我可教扬了我。你身怀绝世剑招，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打击了一下，就失去信心了。你不是学堂之人，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培养你，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，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，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就被人发现，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制，封住了你的内力，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，比如醉酒。你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。年轻不代表弱，学堂李先生西楚剑如二仙成名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年轻人。我和如仙不算朋友，但是有过一段机缘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现在是时候该还他这个人情了。你能帮我解开禁制？贸然解开禁制，被封多年的内力会瞬间涌遍全身，你不死也是个残废。再说了，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唯一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融入你的身体。怎么做？学习内功。呸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跟雷梦莎一个套路？去，就剩几天的时间了。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，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？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说的内功和雷梦莎的也不一样。今晚我再来。今晚我没空。弱者没有说不的资格。你。云阳，王师叔，你回来了！吃完这个，还剩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就只能等来年了。唉。玉珍，师兄，小师叔，玉珍，桃子还没吃完呀？对呀，但只剩最后2个了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？怎么不1年4季都有桃子吃呢？冬日万物沉眠，才有春日百花盛开，夏秋得生正果呀。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依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，万物有法，那我就变其法，让它另有所依。师兄，山下好玩吗？还成吗？有美酒，有佳人，让我耽误些日子。我也想下山去玩。看，师兄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剑。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可是当年昆仑剑仙所留下的玄阳剑剑胚所铸，人间至暖之剑。你把这柄剑埋在地下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。你啊，再把离火诀练得好一些，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这柄剑如今叫什么？火神。真难听。
这样子也可以啊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嘛。一行，你回来了。山主，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就走了。那去玩吧。师傅，小师弟他又提了下山的事。小玉珍出生的时候，我给他批过命，无论是山门秘法和剑术，他都将是望城山百年之最。不过有得也有失，他此生终将待在望城山。倘若下山，天难将至。他不认命，他总认为人命可以扭转天命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见天地，又怎能见自己？要是有，你让我这个师傅来想，你不要多管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就爱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哎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路上也没洗个澡，身上痒死了。回来。你是不是路上遇见一个人，叫百里东君？哦，您不说我还忘了，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大开眼界呀。他去了天启城。去就去呗，年轻人长长见识，不也挺好？巧了，你也要去。为什么？我才刚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不，马上学堂大考，你一定要去。师傅这是要我改拜师门，拜入学堂？我一心只想留在望城山，学堂什么的。哎，今年李先生还收徒弟吗？就你也想入学堂？学堂大考只是让我们宗门派一个人过去。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也想认认真真学习功法，装一装那世外高手。认识认识山下漂亮的妖妹儿。因为只有你认识百里东君，让你去天启，只是让你留意这个人。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将来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但这关我什么事嘛？日后你问鼎武林，他一定是你的对手。问鼎武林。师傅，你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呀！上场了，这会不会太羞耻了？哎呀，来嘛，来嘛！去嘛，云哥，葫芦是耍赖。哇！云哥加油！我哪是白羽剑仙的朋友，青羽九仙。哇！嘿！云哥，叶伯伯，依依，东君来看你们了。
云哥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能完成我们的约定了。现在我酿的酒，全天下没几个人比得过的。等过几日，我就去挑战碉楼小筑的邱露白。等我打败了他，便能成为名扬天下的酒仙。不过现在我决定，我连你的这一份也一起完成了。我不仅要做酒仙，还要做那剑仙。云哥，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？我不是也说了，我晚上没空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和叶云情同手足，你若回天启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定是来看我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师父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。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，我教你内功，你送我美酒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云哥，走了。父亲，母亲，孩儿不孝，今天才来看你们。我从前跟你们说，我不想做大将军，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。如今，我也算完成了一半。今天来看你们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。我给你们舞一会剑吧。来吧，选一坛吧。一坛可不够啊。
这是什么武功？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，名字叫落花流水。落花流水。看来，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。好俊秀的功夫，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？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确实是好酒，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。有暗器，老秦，我们去干他。有什么暗器？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。放心吧，来人没有恶意，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他？不是，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谁？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，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，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。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儿十足的内功心法，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！我憨吗？以后我每来一日，你就送我5坛酒，如何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酒没了可以再酿，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，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唉，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。来吧，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如果是你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出试了，不知此次出试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出试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出试考题，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6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，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。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一队打一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6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6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是，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。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嗨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出试的题目，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，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。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1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，怎么着？
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一年又一年的做主考官，一年再一年。算我怕你了。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两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。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如不说呢。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舒服，有了念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连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卓墨公子的动向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，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啊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。初试的题目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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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，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我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啊，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哼，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谈。哎，客气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这位小姐，冬日要到了，
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。老板，帮我做套衣服，很急，我3日内就要。好。行，六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六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，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.8千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都快敞亮收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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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！加油！哎呦！是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！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这莫非就是雷莫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1000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
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